本节目由新行政电动旗舰蓝图追光 PHEV 冠名播出。哟，弄歪了，没事吧？这是干菜烧肉啊，那是冬瓜鸡汤和那个什么。这碗能吃吧？没有，别客气。佳怡，你尝这个好吗？要尝的，我待会儿上米饭的时候我再尝。哎，那个有对，拿勺子来吃点大肉，小年轻的。然后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去德国读的博士。他从德国回来就去人大教书，这个流程。德国的哲学博士不容易哦。对，然后好多东西。陆丁跟刘畅他们也是北大的同学。这儿有煎菜。这是只给我一个人的吗？对，优待你。我做是什么？来晚了。18不礼貌的啊。我有一个学生，他就不愿意上那个动物实验课的老师就找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跟他说说。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不愿意因为我们学习知识就让别的生命付出代价，这是他的信仰的一个。说我就不觉得这事儿对，他说那我觉得这老师应该还是能够理解才对。能理解，但是他就会言语之间对老师显得不尊重，你知道吧？这是我说他的啊。那我就去找学院，我说听起来这个也有道理哈，就是，然后现在我说那你要不然你设计个方案，就是如果学动物学哈，用什么样的替代方案来上这个实验课？你就直接把这个题目让他就做，这好啊。这个小孩特逗，他几乎是一天读一本书的这种速度。原著，然后他现在是大一。高一的时候就是奥林匹克生物学竞赛得了金牌。当时北大就问说你现在要不要来？高一的时候他说不来，我要读2年书，他就自己就不用上课了嘛。对，所以他就等到现在就正常来。然后来了以后也不去上课，他说老师时间太紧了，我真的不愿意浪费时间。我说不管吧，反正你要是考不过你再来找我。结果都考过了，反正。他是有一个信仰的，就觉得说人应该是什么样，不妥协的那种，就是这样的孩子比较少的是吧？很少，我这些年就碰到这么一个。我什么时候把他拎这儿来，让你教训教训他，要不然真的要给我惹麻烦的。不太会教，你看我这学生没教好。我这儿就害了他了。我已经害了不少了。我们都是有觉悟的。对，你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讲师还是助教的那种。
前几天传来一个喜讯，我们的陆丁同学已经升为讲师了，就是你终于是正式讲师了，终于领到了讲师的工资。恭喜！他那么多年了，人家都不知道。对，我也很奇怪。他也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就是我博士毕业在外边招招聘了很多年，你自己不知道不是啊？其实不是。博士毕业自然就是讲师呗。对啊，是，对，他没办那个手续是吗？他没办手续，他好像是办公室的人翻什么文件说哟。这好像都没签字，没走程序呢，好多年过去了。是因为他们发现，在整个首师大居然还有一个助教在上课，我觉得很神奇。所以还说你怎么回事？因为我得到的消息是，我是唯一一个助教。因为后来就不再招，我觉得你不应该当讲师，对，你还有一个唯一的老助教，你说多错啊！助教和讲师都是差200-300块，700分。他弄不明白，他不知道，我都好多年了，好像就是差这200-300块钱。来喝酒。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整天操这么多心没意义，你知道吗？就是你拿如果看结果的话，好多东西都是没有结果的，就是不会有什么任何的印记，就是你砸一锤下去，其实也一点印儿都没有了。就纯粹是有的时候甚至是觉得是自娱自乐的这种成分多一点。为自己做的这个成分多一点，做点好的有意义的事不太容易。对，一辈子能做1-2件。做有意义的事，常常得不到什么结果。在那个意义上，他的确本来有意义的事变成没意义了。对。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它本来没什么意义，但它做成了，好像也挺有意义的。赶紧趁热吃。你就说你就说木耳炒鸡丁。一人吃一口，给他吃没了啊。上次跟刘畅说呢，我给他们线上讲了一个课，我讲到下半堂的时候，我要不是说出于义务，我就想讲了，对，我就讲着讲着就真的就开始怀疑我干嘛要讲这些？后来刘畅为了安慰我，他从头听到尾，他安慰不是安慰，他没有那么差。我老讲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哪怕给本科生讲课，他们有时候都会出现在听众席上。他们只要一出现啊，他们只要在那，我就会有那种感觉，我知道对谁讲。我讲的好不好，我就会有感觉，就是这你就会你就觉得我讲的有意义啊，就是真好，可以。我们给干了，换一个酒。你们听到那个说是老学生的时候什么感觉？ 20年前我就叫他们老学生，挺奇怪的。周濂是那个年头非常罕见的第一志愿报的哲学啊。陆丁是报的数学系。这陆丁呢，是我认识人里头啊，算我不知道是最聪明的，肯定最聪明的之一，可以这么说吧。是最不靠谱的，没对，这个不靠谱，真没之一了。我们都很崇拜这个数学学得好的。原培是招的。不在啊，他40多岁就开始互相吹捧，那我们70多岁还怎么活呀？这怎么还觉得不够吗？一直被吹捧
一路过来的，怎么？你说说这个陈老师啊？这些人可从来不吹捧我。感情只有我吹捧你吗？陈老师之所以一直向上奋进，就是没人吹捧学生的鞭策是吧？老那个老反驳我，说点什么他们就摇头，对，说什么他们就摇头。他们，陈老师接不上了。陈老师，您突然讲的也不是突然 ，sorry， 就是说今天讲特别明确的讲超生死这件事儿，然后把它跟信念联系在一起，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信念当然是超生死的，然后甚至有点想说只有超生死的才是信念，对吧？常老师有没有回应，或者说你要说吗？我就回一句吧。你说到超生死的信念，这个就是在一个不是 normal circumstances，对吧？它是一个极端的处境，这个极端的处境，它对个体的那种德性的要求，对于他对这个自己的伦理信念的那种坚持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对啊，这个极端处境呢，就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讲的那个 angst。就是你到底为的是什么？但平常我们看不出来，是吧？因为平常就是不是极端处境，但是呢，的确极端处境是发生的，在那里头我们看得最清楚。我就看出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生。也就是说，这个德性呢，就是不是那种想象的那个固定的固化在我身上的一种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重大的伦理时刻作为一种指标，是我一以认同我自己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这个自我，它当然是实际上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而它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在那个极端的情况呢，就能把我们的这个可能性呢推展到那个极限，就是等于说那个极限呢就定义了这个可能性的范围。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进一步追问的话呢，恐怕你也不能说，到了生死那一刻的时候就有它，没到生死那一刻的时候就没它，是吧？其实我总是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误以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信念，但是当事情真的降临之前，你并不知道你确信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只有那个事情到的时候，你的行动才真正的体现出了你的信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觉得也许更重要的是做，是 did， 是我们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不是我们反复说的事情成就了我们。我觉得志良说的特别好。那个，他有时候他是在做出了决定之后，他改变了自己，才成为你所是的实际上真的也是我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在这 seminar 上呢只能说，但呢这是一个辅助的，不是 the end of it。我在思考两位老师说的话，对不起，那个，但是您不是说思想就是行动吗？对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海德格说的思想就是行动，他并不是说我坐在屋子里边想着就是行动，他说的呢是这个任何行动它都不是瞎动，
它都是带着思想的行动，所以，观念工作者他不是在纠正那个观念，他是在纠正那个带着观念的行动，或者他从观念去纠正那个行动。现在这有一个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事儿在里边的，就是说，陈老师讲的这个最开始是一些极端情况，对吧？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里边始终有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行为也有意义，而不是说我们只在那个特别危难的时候生活有意义，然后在平时我们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对吧？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你最后绕到这个结论，我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如果秋莲能够接受我的这个分析呢，那么我就会觉得这个所谓的 ordinary 的这些 lifetime 和我们的后边的这个决定性，不是叫做规定性时刻的这个关系，我想说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实际上反过来的，我觉得日常才最重要。我觉得陆金刚才这条论述的逻辑非常有意思。这个颠倒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颠倒，日常生活当中所具有的意义感，而不一定要把这个意义放在一个极端的状况下面。OK， 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 point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然你也可能somehow你是凭借着某些信念在生活，但是你很难说我走进这个教室，我凭借着我的信念走进这个教室。你要硬这么说也可以，但是我就是很自然就走进来。对吧？你说的很对，当然就是不是所有的日常行为，因为这整个问题的 point 就是我们要区分两种日常行为，有一种呢你就是走进来了，有一种呢你就是带着使命感了。不，很简单，不，对吧？就是这么个差别。我没说完，我最后补一句啊，就是就是有意义的日常行为和没有意义的日常行为这样一个区别，可以把这个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区别放在 faithful 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同意呢，我们再听。不，陆老师的话太密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讲到一个 point 的时候，想停下来讨论，结果他就往下滑了。打断我。对，打不断主要是。我当然同意，就日常生活它是有意义感的，但是这个意义感它的浓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呈现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日常生活的反复操练，其实是为了迎接那一刻的到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在想这些问题，或者说我在脑海里面不断的过，这些都是为了那一真实时刻降临的时候，我会如何行动。就是你说的，当然我都同意我知道。对，我们基本上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就是说你现在讲的仍然是一个 defining moment 嘛，对吧？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呀。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日常行为是有意义的，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地方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日常的操练当然是有意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日常的操练不能确保那一刻我必然如此的做出这样的行动。是的，在一个正常社会是不会让这种超越生与死的时刻反复的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这就是我为中人社会或者说正常的社会做辩护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是你要在一个无保障的社会的话，你可以现在是谁不能被打断了？对，这个你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你在一个无保障的社会，你随时随刻你是我命嘛，你说无时无刻不面临生与死的这个时刻的呀。我还是想说，我完全同意周老师说的，就是没有任何，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因为假设你成功了，我们就是没有或者最少的发生这个 defining moment 这件事情，这个社会非常健康，那么就会出现一大批一辈子都遇不到 defining moment 的人。我们仍然希望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冲突，我只是想提醒的就是我们刚才试图解决的是这边的问题。对，我先这样吧，我隐约觉得还有一点，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希望就是大家也能贡献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谓讲到日常意义的时候啊，就不是说这个日常的这个操练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做准备的。对，它是一种能力，其实是一种。
一种日常的那种能力，其实也就是活着，说白了，对，就好好活着。然后真的那个来的时候，哪怕死也是好好的死，不是特别狼狈的死。对。但是你说你日常你操练就是等着我的对，不是这样，我就简单说，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那个，刚才我听你们那个前一段，我们尝试去论证的是呢，我们是在这个极限情况下，人是有 must， 但是我们把它说成呢，在极限情况下它呈现出来了，鲜明的呈现出来了，在不鲜明呈现的时候。按道理它就在那儿嘛，但它没有鲜明呈现，那你就是要让它呈现，就是不是在极端境遇下也要让它呈现。那么这个呈现呢，我们假设说你是通过反思，当然周联那个当然好得多，就实际上这个反思是在连着你的生活和实际在做，它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 must 呢。你可以说，就是你要在生活中找到的那个东西。但是我还是想澄清一下这个，我说问题是我们99.9%，当然你说很庸俗哈，但我们99.9%是生活在这个平均状态未知派的是吧？我想说呢，你不能用一个太高的原则组织你的生活。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事先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要怎么生存，人就无法生存了，因为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再多说一句。就是呢，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够为未来的人立法，这你把事情弄颠倒了。未来的人要靠他们自己去生存，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对付自己的生存。就像我们的任务是去对付我们的生存，而不是想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事。生活中呢，就有很多内容呢，是不要去问意义。我就最后我马上问一个非常快的那个澄清的问题，不要问意义，不是就是说无所谓或者无可无不可的意思，对吧？不是，就是他。对，我想回答的还是那个问题，就是那个这种极限情况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是呢，生活有一个以生以死的意义，的确它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第二，就是它不能老呈现，就是有点像是该干嘛干嘛。它的意义的英文它有个叫做 significance， 日常生活的话，它可能在一个意义上它有 meaning， 但它没有 significance， 它也不需要 significance， 就没那么重大。对啊，是吧？你的生活就是吧？那个，对你不能每个事儿都反思，反思的越来越元气充沛，那就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如果你反思的自己越来越萎靡不振，我觉得那可能就是过度反思了。你真到那步，对，我要是在你边上，我就会劝你不要去接着反思了，就去吃点喝点得了。但这里边有一事儿，那您这样的话就会这个食堂等咱们了，咱们稍微简短点说。那我们可以在食堂说，也可以。对，不着急，那就收吧，要不就收啊。开饭吧，开饭。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酒放哪了，你是怎么放的呢？继续吧。为什么继续？
然后我们相互之间都也不确定那个上帝讲，他就给这个仪器。取巧的说法就是历史，就是研究。我最近又回去看那个，你们就在外头聊，也不帮我找酒，也不帮我打酒。前台说可能给在这个餐厅的单间。餐厅的单间。这个好像可以。我得把他们叫来了。这都是几点了？哎，姑娘们、小伙子，你就不饿是吧？下面该聊什么了？回答那个像陈老师说，对吧？就说它得是事实才行，因为这个不可还原本身是个事实。这个规范它也是不稳定的，它也不稳定，不是，它也不稳定，它没有必要。传来了一个猫的凝视，它就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吧，就是有点像他者的不可超越性。我们就这么等着。开饭吧，开饭。人都到齐了吗？咱们。那个梅建华要拿一个吗？来，徐涛、周林，来。你怎么会？陆军，你刚才是开玩笑吗？说那个会多做点伦理学。我先把猫拉个意吧，就是看看能不能投到什么地方去。我以后也做道德社。本来就是啊，我觉得这点我比他们早认识10多年。这些真的是。分析这些事情没搞好。但是没看到那个陆丁眼里头冒出怒火。没有，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我们都是弱势学科，对吧？弱势群体，对，很正常。你们读完那个 Choose and Truthfulness 有什么读书计划吗？我们上学期就读那个帕菲特，帕菲特没读完呢，鲤鱼人没读完。这学期读威廉斯已经读伤了，读了就是这一本。没有，我们星期四上午是我们有个微奔群，他是带读那个伦理学和哲学的限度，然后下午是我讲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太初有为，然后晚上是刘伟讲。Shame and necessity， 然后从早晨8点钟开始到晚上大概9点多结束，然后第二天早晨9点钟，就周五早晨9点钟继续开始读 Truth and Truthfulness， 就是读到后面我们都快吐了，你知道吗？真的。而且他的语言又是这样。他那个英语简直了。你们这么读对威廉斯不太公平。任何一个作家这么读都会把你读吐的，就是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讨厌的。对，这样是真的很讨厌他。我当时论文最后没写海德格，就因为这个呀，就吐了。我就写海德格哲学概论的时候，这书写完，我记得是88年吧，就是我放下，真是就是一句都不想读，就听那个说话那调我都难受。后来我就找那个考克曼斯了，也是考克曼斯唯一的冲我发火。刘畅给我们，把那个维特根斯坦重新拎出来当个话题，我觉得多好啊，是吧？那也是多有风格呀，我是准备撤了啊，那个。周年你们年轻人，都年纪大了。北京市森林公安民警提醒您在享受大自然美好环境的同时，注意保护森林自然安全，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景区内。没有指标。我用着呢，你要干嘛？这个眼镜这儿这个螺丝掉了。哦。那我给你吧，你好像太粗了，太粗了。好的，可以。试一试。哎，那个往前走，咱们来的路上有一个便利店，你看它有就是那种502胶的。不，它回去其实你粘上就不行了啊，对，回去拧一下就可以。这句话说完我都问。不是，也不是，就是说，这个
我这么说是不是太无耻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战士也有种田的嘛。但是呢，就是在真理的这个大活动中的这个分工是可以不同。因为周总也说他是政治真理，政治活动中你在一个基本的政治共识是这么达成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对吧？包括还有天文学的真理，还有天上的星星这些事儿，那个东西不可能是靠血与火来得到的。我觉得丁哥吧，本质上是一个比较羞涩的人。他是在自己的血与火的这个锤炼之中，慢慢的练成。周总，我昨天就完全受到震撼，我就完全不同的生活。对，周总就说，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结论或者这个共识是讲道理讲出来的，就是所以就是不一样，就是说有的人能接受，而且设想这样一种生活。我可能就无法设想我就过这种生活，大概就是这么的。特别是像我就特别幸运，你看就是戏里有事儿也不找我，就是我就躲了，就我各种都躲了，所以呢我就处在一个超度的受保护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如果你能找到这么一个小角落，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如果那个真或者是好是要跟外界接触呢，接触那个冰与火才成为那个的，那你又在受保护的环境下，那你会觉得，哎呀，那我是为了求真，那我得去跟冰火接触。我说你有没有这种困惑？因为它好啊。灵魂拷问，灵魂拷问。这不全都是什么灵魂上的这种？因为人的琐事是强烈的是有历史规定的。那康德说：“那你没理性还不是呢？”然后我们想想怎么办，综合一点。哦，对哦，此在其实就可以翻译成形式。这两边互相都能来。特殊之处呢，我们要去描述。一旦你就面对着你要否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面临你内心要辩护的那个 gap 在这儿，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克服呢？就有一块儿我肯定特别赞同丁哥，肯定就是说你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就是某种困惑、某种类型的困惑才是那个真实的困惑，而是说就是你实际上你能体会到的，真正就是刚刚就是说那个好也一样是吧？假如我真正体会到就是这种困惑，那我就只能负责，就是对于我来说的我的责任，我就是处理这种困惑。对。但是我这困惑可能对你那儿完全没有什么可困惑的，那我们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当然一直就是说真理，当然肯定首先是以个体为基础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如果不是你的真理，你没有办法，没有任何更多的标准去判断它是不是真理，对吧？在这块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就是说就很容易拿这个当成一个借口。对，当成一个借口，就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真实吧，就是像陈老师强调那个，就是它不是一个现成的摆在那儿一个东西，它是你反思到多深，然后就是那个它就会变得多真实。就是说你可能是一旦是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有一些困惑吧，你并不是没有 ，OK， 而是说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按照这种方式去反思了，你会发现好像我对于那个困惑不够真诚，不够诚实。这个当然有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比如说按文琪刚才设想的那个场景，就有一些真理就是必须在血与火中得到淬炼，是吧？才能获得那你可能天生的就不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情况就像是生活迫使你要去上战场，那么你可能是吧，后边有一个自我保护的维度。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你时时反思或者说时时的这个回顾的话，你总能意识到，就像畅哥说的，你的自我保护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真理的辜负，对吧？还是说，即使是自我欺骗，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得到辩护的自我欺骗。
就是你反思的越多，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战士。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在战壕里变成哲学家的。我觉得也有价值。哎，就是你说什么？我要做前锋怎么了？你必须承认呢，你没有做到。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还能够保留你100%的尊严，这个也不是特别合理，对吧？就是这个不讲理，就是你毕竟在某种意义上你确实是失败了的。对。但是呢，如果说因为我失败了，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尊严了，那就是说明这个制度不合理。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在我哥哥和另外一些兄长的影响下，就是会，那想法跟这个，社会上的人的想法非常不同。你跟他不同，虽然只有你几个人这么想，或者2、3个人那么想，但你不会因此怀疑自己。我们就是要尽量去保持那个有精神力量的东西，他进不进那个中心呢，无所谓，他有个小圈子也挺好。就是在概念层面上，我们才能完成这个解释这个活动。对，我们把那个各抒事实呢作为一般事实去看待。是的，就是在中心的时候有力量，在边缘的时候有意义。要摆脱那种想法，就是我好东西最后会征服世界，就这么没这回事。从前就不是这样，今天更不是。我觉得。到点了是吗？对，以后呢，我这些笔记呢，我就准备存着，如果要是有年轻人觉得有意思，那么他们就可以拿去读啊，或者 whatever。在这儿呢，我要特别要感谢，我的几个老学生啊，就是我指的是周濂啊、刘畅、陆丁啊，当时还是小孩了，现在也差不多半老大头了哈。30年了吧，将近，除非他出国啦或者什么反正就断断续续一直在跟着，那会给我一种美好的错觉，就是呢，好像我仍然有东西可以讲给他们听，是吧？但是呢，这错觉呢，总有梦醒的一天，是吧？差不多就是对，反正这个时候停下来，我觉得挺好的。那么我讲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我们讲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话不是一句空话。可以说，从第一天，哲学就在问我是谁或者人是什么。如果你讲我们要个体性，我想是一个独特的生存，那我就要用麦金泰尔的话说，就谁之应当。你不会对一个生活处境完全不同的人去谈，去把你的应当去告诉他们，就是压迫，或者他应当是因为使他有意义。使他的生活有意义，他接受你的应当，他自己的生活意义就瓦解了，他就不应当，你就不要把你的应当当做他的应当，是吧？就是我们要保护那个个体生活的意义。最后尾声呢，我会想说，总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个弄清楚，你不能都言说出来，就必然有只对你有意义或者有效，的这一部分，就是
要从透明性来讲的话，就是永远不透明的，就是那个个体性，终极的是不可表达的，只能去存在啊。谁都不可能真正理解我。那是你的孤独，你就扛着你的孤独完了，别满世界告诉我说我好孤独，对吧？但是也许哪天我们喝了酒了，掏心窝子了，是吧？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可能说完了，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谢谢陈老师，对，谢谢陈老师，收获鼓掌了，还是？如果我突然哪天因为喝多酒了，突然像尼采一样疯疯癫癫的说，我下山来，我有一个 teaching， 我就会说，我是来教你们那一滴水的意义。我是深信个人生存的意义，虽然我知道个人就那么几十年，而且个人消失了就是消失了。那么，个人存在，不懂。说好。对，我也不相信个人融入永恒啊，载入史册。当然，载入史册的话，也许是件好事，但是后望之内跟你什么相干？我也简单说啊，这就那么特别吃龙，在这个意义上，都不是我说的那个个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你跟世界的哪个方面联系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告诉你你应该怎么跟世界相联系。那么体现爱情，比如说说到这个，是吧？就在这个家庭中，我就讲我3个孩子就是我生命的意义 fine。但是我想说，我能有3个孩子，我也有意义。如果你说我就是这个夫妻就是恩爱，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 fine。如果那就是你的意义，如果你真的就是在那里面真的生活出了意义，你不用跟我说这些，那就是你生活出来的意义。但是你不要教给我说，那就是生活的意义，不一定。我也许孤独到终生，我就是有生活的意义。You never know。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明天啊。明天啊。明天吗？我不回去了，我真的不回去了。反正我带着电脑呢，浪迹天涯。我要说的夸张点，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死心呢。出来了，确实。那边是月亮是吧？对呀，对呀。昨天他们说您看到了火流星哦，真是2分。你想，太阳刚下去，在西天。